我曾经最骄傲应该是收回250千美金吧。哦。你的工作哦，是不是常常需要跟墙壁打交道？是也不是啊，欠钱的人，你跟他讲话半天啊，他可以装疯卖傻的，像跟墙壁讲话一样。对。那不像嘞？我们是不会泼气的那种啊。关于追债人的5个奇葩问题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来吧。对于这个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跟非法阿龙是不一样的啦，他们做东西是没有规矩的，也没有管什么法律条件他们都是以暴制暴，他们可以靠恐吓啦，可以泼油漆啦，比如说以前他们挂猪头啊、锁链啊，更糟糕的，他们还放火啊，对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要靠策划来磨练一些案件，就好像在破案这样，欠债者都会用一些法律的漏洞来欠这笔钱。所以我们就很像警察啊、律师啊，看他们的漏洞在哪里，你一定要 study case。如果我的女朋友有我的裸照啊，我可以叫你帮我追回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帮你追回啦，只要是他欠你的都可以追回，但是我还是需要看到一些证据 proof of that， 你们的那些 message 啊，我要看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不可以收的 CPF， 还有死人钱哦。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欠 CPF， 或者是需要你追回 CPF 呢？可能他们觉得政府没有给他们那个 CPF， 他们觉得是他们的钱，他们就要收回啦。打来跟你讲说，你可以帮我去跟 CPF 那边拿。对。但是如果他去世了，他确实欠我10万，然后我让你去帮我跟他的家人追呢？也不可以，除非在生意债里面他有担保人，我们是可以追给人多的。所以不是像我们看那种什么8点档这样子哦。哎呀，你爸爸欠的钱就是你还啊，那种不是那个是非法的。OK， 原本要去一栋楼追债，但是呢，他已经下来了。对，已经有人在前面就是堵着他。经验的这个人可不可以介绍一下，他是欠了多少钱什么的？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应该是80千。8万块钱。你去哪？我就在后面看我就在后面看。大量，几个人在那边啊？往后国内的。现在他们是那个欠债者报警。OK。是什么事？他就讲说他要与律师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律师。他跟我讲的是警察讲说可以不用理会你们，但是警察的责任是要maintain那个 peace， 而不是来说你需不需要还这个钱。警察永远是不会讲这句话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等警方来。等警方来，对。他很嚣张，他一直在那边笑而已。那可能他笑是掩盖他的紧张啦。所以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警察来了，然后你们下一步会怎样？你这次你不要妥协，我再派人来对吃吧。就是说今天肯定就是算是结束了。我想问一下其实你像你这个工作来，一天大概会有几个 case 啊？你需要追几个 case？一天12到15个。这样多的？对，每一天啊？他们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 area， 不同的地方要去的。你说新加坡这样多人欠钱的？很多我的 client list 已经超过150个了。OK， 我们下一个 case 是什么 case？ 要不要讲一下？这个欠债者他有2个 case。哇，一个是买车，然后他的那个 monthly payment 没有还，他的 final loss 的 amount 他要还那个钱。另外一个是 construction 的钱，这个很多嘞，104865。等一下，这个呢，我想要就是跟你们其中一个人这样站在他旁边，就比较靠近。你怕吗？我怕啊。你请人的话呢，是不是要看他够不够大只，够不够凶？越帅呀，不是是说我们不是靠大只或者凶或者有纹身，看我都没有纹身的。我看你辣椒有青龙白虎了，我看起来凶呢，我也看起来不凶啊。所以你应征的问题会有什么？好像我在观察那个人，所以我会给他 test 一些东西，像比如说我拿这个 case 给他看，我看他了解不了解这样。那有没有那种很生气或者是很激烈的？你听过最难听的话？有比如说
没家教啦，连你的父母都一起拿来骂的那种，然后就讲说我们是乞丐啊，这些来出来讨钱的呀，很多好吧，我们听到已经麻木了。你现在是不是比较没心没肺这样？你有追债追过流眼泪的吗？不会当场流了，会走了，离开了就流了。我曾经的经验有看过啊，这个讨债者他的脚是锯掉的。人躺在床上的，可能这个客人也不懂这个他的情况啦。当时那个数目不大，才2000多，所以我就跟那客人讲说啊，可不可以放掉这个案件，这样啊，我们就退还那个 service fee 给他，而且他都已经好像是中 cancer 还是糖尿病啊，所以我就讲说2000多块就当成就这样放掉了。等你那个客户怎么样？啊 OK， 因为我们有拍照跟影片嘛。我现在要去执行我的任务了，各位亲爱的。对，今天我就是一个追债人。所以你们每次一次出动是几个人啊？两个人一组。2个人一组啊？有没有什么情况是需要多一点人的？有时候是去过的，知道这个人可能会暴力啦，还是比较激动，可能会多一点点。不然就是打电话已经来恐吓了这种，然后我们也是要多一点人下去的。但不能超过5个人，对吗？对，不能，法律限制。SG collectors， so the fan not on， 就肯定是没有了，肯定没有了。要不要再敲多一下 ？No 啊，可以啊，你 can try not again。Hello。所以有时候是要碰运气的。如果假设现在我真的欠你钱了，我说什么东西你会放过我？放过是不会了，我也是要以我的经验来判断你是到底什么问题，可能我会给你慢慢还哦。哦，你还会听我讲故事的因为我的客人是要看到钱快点回来嘛。对，我可以给你拖2-3个月，但是你每个月都要做我一点钱，不管是2000也好，1000也好，哪怕有一点钱，我要交代给我的客人的。明白，分期付款的意思，就至少也要看到你有心意、有诚意再还。我看吗？还有什么 case？ 我们今天的第3个 case， 听说这个故事很精彩这个是一个 couple， 当时他们是男女朋友，说女朋友借给男朋友很多钱啊，差不多20千，后面才发现呢，这个男朋友是有家庭的，所以你懂了吗？今天我们来找的是一个女的，找男的要拿回那个钱。Hello， 哦，有一个uncle躺在那边呢。有吗？有啊，老人家啊。But old man is the father 咩？係 father。uncle，有位我，講話咧。哎，怎么办啊？今天出师不利。不用緊啊，明天再來咯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的 body cam 呢？還我嘞，我給你紅紙啊，我來你家找你啊。